大家好，互联网时代有一句著名的套话，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这句话说的俗不可耐，却又千真万确。资本这玩意儿玩的就是一个心跳，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资本做不到的。也就是说，名不见经传的地沟酒，资本也能够炒出个茅台价出来。这就是所谓的风口效应了。有时候视角这个玩意儿，通常都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出发的。您和我的视角肯定各有不同，即便同一个人站在山顶和站在山脚的视角，也绝对是天壤之别的，别有洞天的。这就是视角的奇妙之处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聊的是，当一个人站在风口的时候，您绝对想不到，到底是这个人选择了风口，还是风口选择了这个人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冲刺成功的时候，到底是成功的风口助力了他的成功呢，还是成功的努力本身就已经站在了风口上呢？您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赵丽颖作为八五花中的实力的佼佼者，各大剧本几乎都是接到手软的那一种，而且国民度非常的高。早前出演的《杉杉来了》《花千骨》等等的剧集，收视率都相当的可观。在2019年，一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迎来了大爆，播出期间收视率屡次破亿，也引发了网友之间的广泛的探讨。迄今为止，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42亿了。赵丽颖经此一役，算是彻彻底底的站稳了脚跟，达到了一个同期小花无法超越的高度了。不过这也不算啥了，因为赵丽颖所主演的又一部爆款猛剧《幸福到万家》又要杀到了。北京卫视2022年的大剧片单当中已经出现了《幸福到万家》的名字了，看来上线之日指日可待了。这次《幸福到万家》由电视剧教父郑晓龙亲自指导，赵丽颖和唐曾两位大咖领衔主演，可以说是阵容强大，爆款可期了。有趣的是，路透的预告片当中，赵丽颖秒变成为了村姑，身穿年代感十足的上衣，扎着低马尾，穿戴着十分的朴素，而且还是无所畏惧的纯素颜的出镜了，乡土气息十足，也照样耐看。值得一提的是，短短几分钟的预告片段，瞬间的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了。说白了，就是又一款爆款剧已经预定当中了。幸福到万家改编自长篇小说《秋菊传奇》，主要讲述了一位淳朴的小村姑，女主和幸福嫁到了万家村，因为在婚礼上看到了妹妹被闹婚受辱，情急之下误伤了村支书的儿子，后来又因为征地的缘故和村支书再次打起了官司，最后闹得无法收场，而何幸福两口子在村子里也待不下去了，只能够进城打工了。城市的生活十分的艰辛，但这个厉害的何幸福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的从一名清洁工逆袭成为了职业女强人了。成功之后的这个何幸福一直心系家乡万家村，随后他把握机会投身到了农村发展的洪流当中去了，因为他后来带领村民和污染集团抗争，最终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的拥护和爱戴。
整一个故事堪称丰满，最终的收获喜剧团圆，值得大家伙儿搬定凳子一起来开心合家欢呢。预告片当中何幸福说的那句话，也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就想在这儿活下来，相当的扎心，算是道出了万千打工人的真实的心声了。就凭这种代入感强烈的形象和金句，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个赵丽颖的演技依旧完美在线，剧中人物的诠释完全是恰到好处了。我个人相信她的出色的演技，再搭配上敲击人心的剧情编排，足以将何幸福逆袭之路的精髓完美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爆款可期。此次脱掉华丽的偶像的外套，换上了朴实无华的农村的打扮，这个农妇何幸福对于赵丽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突破了，新奇的人设成为了最大的卖点和亮点了。纵观赵丽颖的演艺之路，无论是古偶剧还是都市剧，赵丽颖总能够亮眼十足，而且颜值拉分，小仙女的形象深受大家的喜爱。这一次土渣身份的大逆转，从小村姑逆袭成为职业女强人，这样的卖点实实在在很套，也很棒。幸福到万家除了颜值与演技齐飞的这个赵丽颖，还聚集了实力派的戏骨罗晋、老戏骨刘威、唐僧等人。尤其是罗晋，自出道以来，英俊帅气的外形和演技扎实的功底，活化了多部的优秀的作品。他在《安家》《锦绣未央》《克拉恋人》等作品当中，细致入微的表情呈现和深厚扎实的台词的功底，将每一个角色都诠释得恰到好处。其过人的表现实力，再搭上这个赵丽颖，实在是相得益彰，值得期待。预告中的罗晋的演技可圈可点，虽然片段很短，却又演得相当的生动，跟安家一样，和孙俪搭戏的那一种满屏技巧的味道简直扑面而来了。这些的亮点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不得不说的是，在剧本中有一位很难被大家忽视的，脸上都写满了沧桑的知名的演员刘威。他同样是一位资深的老戏骨了，他的一张脸已经足以让人入戏了。和赵丽颖对台的那些表情，甚至于那些眼神，您一定要留意一下，那些都是足量的戏份了。该剧不仅主演阵容强悍，还有导演郑晓龙、刘雪松、姚远以及编剧赵东玲，都是证据满满的阵容的组合了。郑晓龙大导演我也聊过无数回了，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甄嬛传、北京人在纽约、渴望，这些高分又经典的作品，时至今日依旧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刘雪松导演实力也相当的强悍，下一站婚姻、大家庭、功夫之爱的速递等作品都获得了观众们的广泛的赞许。姚远导演的来头照样是不小，天眼、背后、小麦进城等热播的作品都出自他手。还有编剧赵东玲，其代表作《大地缘》、《沂蒙》、《红高粱》个个都反响不错。而且这部剧也是入围了广电总局100部重点项目，得到了官方大力的扶持和关照。这么豪华的屏幕前后的大咖阵容，再加上顶级的正剧故事梗，赵丽颖的这部爆款，您预定了没有呢？如果您已经是满心欢喜的等待当中了，不妨在评论区当中大力的打入4个字的短评，也就是期待爆款这4个字。因为赵丽颖的剧荒已经快1年了，
爆燃这个爆款，才能够营造出下一个丰收的来年和顶峰的明天。你说对不？有些人先天的个性加上正点的长相，注定会有数量不详的路人缘。有些人处事的风格加上人格的魅力，注定会吸引路人们的目光和喜欢。持续关注王一博的人，或许就有这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共鸣的感觉了。很多路人粉都是通过他所饰演的角色认识到了他，跟着呢又被他的街舞给彻底锁定了，圈粉了。最后呢，更是不可救药的被他在综艺节目当中的夺金的表现和难言的魅力给彻底的征服了。如果您持续关注本频道的话，您或许都会对这么一个路人缘源源不绝的王一博产生出了强大的好奇心出来了。因为他的背后的故事太有看点，太有奇特性，或者说代表性了。为什么这么一个话少活多的小伙子，黑粉和攻击源源不断，话题和争议络绎不绝，甚至于还被迫在如火如荼的娱乐圈整改风暴当中蛰伏了足足2个月之久？结果呢，突然之间又再度的气场全开，刷爆流量了呢？您如果看不懂，那就对了，因为真相不在于表象，而在于内核。而且这回王一博居然还是主流上升、光芒万丈的那一种政治之子的高大上的化身了。这种一跃龙门的奇特性，单从表面上去吃瓜的话，我们只会吃到瓜皮。因为当我们站在了纯粹吃瓜的一场去观看明星们的际遇和人生的话，本身都逃不过一种多少掺杂着仰视的心态和隔着万水千山的距离感。这很正常，就像湖畔大学的名流巨贾们对马云的滔滔江水星空仰望，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心态了。只是我们这些吃瓜的人看明星会多出了一份无所谓的平常心出来了，不会产生出各式各样的名利场的浮躁而已。因为即便我们大家一起去想，也实实在在是没有用的。有趣的是，当我们换一个视角，而不是从眺望或者是仰视的视角去出发，我们就能够突然惊觉，我勒个去，当一个低调努力、阳光和煦的正能量艺人站在了风口上的时候，不是他无限量的接近了成功，而是成功最终的选择了他。我常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大特色，就是一个5个字的概括了，不知道熟悉本频道的您能不能脱口而出呢？那就是资源的调配，或者说国家的祝福、中央的祝福等等等等，都是同一个词汇，同一个道理。所谓国家的祝福，通常就是倾国倾力的国家的祝福；中央的祝福，往往就是举国之力的中央的祝福。而大企业家们、资本大鳄们所玩的风口，在这种国家层面的所营造出来的风口面前，可谓小巫见大巫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万人敬仰的中国的首富，在国家的面前还是原形毕露，成为了蝼蚁一只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中共的头号的官媒党媒人民网在11月19号刊出了一篇名为《坚决对劣迹网红说不》的评论。这种旧瓶装上旧酒的老调重弹，内容上完全是了无新意，裹脚布一块了。然而呢，背后所传达出来的权力的语义，或者说中央的精神，其实已经再次的升格了。这么样的一个逼格，不是常人能看见、能够领悟得到的。
表面上这是一种娱乐圈整改风暴的延伸体，是从影视圈、娱乐圈纵深发展到了网络圈、网红圈的一种监管的必然的导向。然而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收编性质异常强烈的整改的动向了。要知道，就在同一天，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北京胜利而且是盛大的召开了。一锤定音、一言九鼎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特别还发出了贺信，要求各级的党委和政府担当责任，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广大网民等等都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这些冠冕堂皇的套话我就不赘述了。如此大张旗鼓的监管和插手娱乐圈和网络圈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行业过度的商业化了，或者说偏离了政治的轨道了。要知道，社会主义的娱乐圈最终的生存的目的，就是要被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政治服务的。娱乐化和非政治化在当局的眼里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管理的缺口了，不利于政治思想的统一和习近平思想的传播开来。在最高权力的眼里，网络世界不可能成为化外之地的，不可能脱离中共中央的直接的管控的。因此，加强对娱乐圈的监管，就是要让所有的媒体和名人都要姓党，都要染红。因此，中共中央这一回下大力气去整改整个的娱乐圈，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所有的娱乐明星、头部网红在人民群众心目当中的偶像的地位，顺便大力的推崇和树立起又红又专的样板式的红色偶像出来，例如革命英雄的形象，例如抗疫英雄的大片等等等等，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大上的人物的典范了。要知道，这是有历史可见的。在1942年的5月份，尚未建政的这个中共就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由毛泽东率先提出了文艺要正面去介入政治的理念，也就是说，要让娱乐成为了整个革命机器的重要的一环。从那时候起，中共就已经把娱乐圈的艺人们当成了自己意识形态正规军的坚强的组成了。流量所加持的明星们以及网红们，改开以来都没有起到为权力机关歌功颂德的重要的政治作用，甚至还成为了商业炒作、圈钱圈粉的利器工具了。这就让娱乐圈的政治任务彻底的交了一份白卷了。因此，娱乐圈的这次整改风暴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甚至说某一个集团的，而是一整场负责筛选、收编精英的整个的政治风暴了。中共中央出手整治娱乐圈，就是要将舆论的控制权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从而彻底改变整个社会唯利是图、商业至上的大风气，最终是让整个的娱乐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宣传的传声筒和笔杆子了。因此，把正能量的顶流打造成为红又专的主流，成为了这一连串国家级动作的必然的结果了。所以，当我们吃瓜很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吃的全部都是瓜皮而已。因为一切的偶然都是必然，一切的必然都貌似偶然。正能量的艺人王一博在蛰伏了2个月的考察期之后，其顶流的光环和正能量的影响，都成为了权力机构格外器重和垂青的加分项了。最近，王一博顺利的从无名的光环接连的走入到了长空的光环，这一连串的好运气，实际上都是中央的祝福在背后的运作和操盘
听话的红色资本家们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参与打造政剧之王的上家的机会的。这就让王一博一而再再而三的站在了新兴红色娱乐圈的正牌的风口当中了。他和易烊千玺一样，少年顶流，或者说顶流少年，都是因为自身的光彩和个人的努力，在社会主义的东风当中长袖当风，鼓舞不已，相当的夺目耀眼。我只想说的是，东风吹，战鼓擂，扶摇直上，长空飞。加油吧，王一博！因为一个人的一辈子怎么都不会碰上2次的风口的，您说对不？如果您听完我的一番胡思乱想之后，感觉有道理，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我刚刚所提到的那5个字，也就是国家的祝福。因为您想想看，我们每日的祝福都是积聚在天上的，伴随一生的点滴的祝福而已，而国家的祝福那可都是瞬间核爆级的，一种可以倾国倾城的祝福了。当我们羡慕别人家运气的时候，人家的运气还真不是我们勉强站在吃瓜的角度穷极一生所能够想象得到的那一种了。您说对不？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于粉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集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的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到人间，可以点亮所有的黑夜，可以带来所有的希望，更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了。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器，您也是。您的所有的爱和祝福更是汇集成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了。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